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暗黑之虎》。本作是卡普空1987年出品在街机平台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找了很久不知道游戏的名字，也可能一些小伙伴小的时候见过，但是早已经忘了。看了视频可能会想起来，当年在工人文化宫的2楼玩过这款游戏。游戏的难度还是非常的高的。风格上有一点魔界村还有魔法剑的影子。游戏的流程是8关，所以如果能顺利的玩下去的话，一个游戏币还是能够玩很久。游戏当中加入了一定的 RPG 的要素，咱们可以在商店里边升级咱们的武器还有护甲，但是护甲是一次性的，受伤之后它的等级会不断的掉，最大的等级是8级，武器最大的等级应该是5级，但是武器的等级是永久。带着数字的硬币就是钱，面额最大的我见过1000。另外，如果咱们救出一些被石化的 NPC， 也能够获得金钱。这里就是商店，咱们可以升级一下武器等级，买一下护甲。钥匙是用来开宝箱的，但是宝箱里边有的是陷阱。罐子里边同样，有些罐子装着的是敌人。这里算是一个奖励的房间。在有钥匙的情况下，咱们触碰宝箱，宝箱就自动打开了。刚刚这个 NPC 给我奖励了一定的时间。关卡限时在屏幕的左上，捡到沙漏一样的道具也能够回复时间。如果咱们不走很多冤枉路的话，这款游戏的时间还是够的，不是很紧张。前方就是 BOSS 战，这种 BOSS 到后面就变成小兵了。BOSS 的血量在咱们血条的下方，现在是2格。咱们的血量通过不断的积累分数也能够提升的。第2关，游戏当中有很多的隐藏要素，一般都是藏在墙壁里边。我记得的就尽量给大家演示位置，如果忘了，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边提醒我。这款游戏的剧情也很简单，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做暗黑之虎，他的国家被以黑龙为首的3头恶龙占领了，这样他就拿起了自己的武器晨星来讨伐恶龙。大家注意啊，他的武器叫做晨星。德库拉表示晨星我熟啊，抽人特别疼。贝尔蒙多家的这帮抖 S 没事儿就拿来抽德库拉一顿。但是暗黑之虎的晨星看起来比恶魔城里边的威力要更强，攻击的时候还发射出很多的飞刀，并且是散射的。关卡的地图如果熟悉了也不难，主要就是有几个分支的路线。其实这款游戏的自由度还是很高的，有一些路线你可以不用走。当然了，奖励方面就会少一点。这里是奖励了咱们100块钱，100块到游戏的后期
就很常见了。有些怪打完了会爆出500块，但是这款游戏还是有一定的随机要素的。你打倒的怪爆出的钱是在一个数值之内浮动的，越到后面关卡，怪就越值钱。这里1400，买个武器吧。鞭子升到了3级。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，这款游戏的美版还有日版，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刚才这种落石，日版应该是多了几个，并且商店里边的道具价格也不一样，甚至是 BOSS 的一些细微的判定也有差别。所以对这种极致的背板的游戏，可能你玩惯了美版，你再玩日版，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这里的隐藏是奖命。游戏的前期5块钱我也不放过呀，到游戏的后面可能100块、50块根本就不在意了。所以说咱们遇到商店的时候，就等于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呀，该省就省，该花就花。这才第2关，已经出现了很多的100块。捡到一只蜻蜓，5万分。力量这个道具就是全屏攻击，它可以清掉小怪，但是也有特殊情况，比如说怪物正在承受你的攻击，那释放全屏攻击的时候，很可能就对它无效了。这里是第2关的 BOSS， 就等于是把第1关的 BOSS 乘2。第1关是2个石像，第2关是4个。同理，第3关难道是8个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早年的家用机还有街机的基板性能都有限，所以说制作组在开发游戏的时候，同屏的活动块的数量是很注意的，保持克制，才能维持游戏的速度稳定。不然就很容易出现游戏的拖慢，或者是画面的闪烁。一般来说，钥匙是够用的，但是后面有个别的关卡也需要买。这种木乃伊的敌人，一个洞总会出2个，所以打的时候要注意。不要着急，尤其是这款游戏的钱消失的还是比较快的。打完第1个之后，不要着急去捡。这种骷髅兵竟然能够在墙里边刷新。主人公的贴图比例有一点小，比大部分的敌人看起来都要瘦弱一点，没有对面强壮，但是贴图小也是有优势的。屏幕上会给你大量的空间来反映敌方的行动。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录制了世嘉 MD 平台的《复仇之刃》，那款游戏人物贴图就很大，所以说在反应方面会造成一些问题。
这里还让不让我过了呀？可以了，机会出现。有的罐子里是敌人，我就不打了。但是这些分支尽量给大家走全了，尽可能的多演示一下游戏的内容。再升级一下武器，再次升级就是9600了。9600也好攒，尤其是后面你会遇到大量的500块。有些敌人的攻击能够用你的飞刀抵挡，但有一些不行。这里的地图看起来比较宽，但实际上它是循环的。不知道当年玩的时候有没有小伙伴注意？一个全屏攻击，上边的50块。我的血量最大值现在是3格了，但是第3个是空的。箱子里边刚才就是陷阱。这种骷髅兵还是好对付，但是他有一招能够把自己的头扔出来，分头行动还是很突然的。又是商店，这款游戏的商店也是非常多，每关大概会碰到4、5个，我都给大家进一下，让大家知道商店的位置。刚才我是被攻击到了，墙壁里边有一个喷火的地方，没有注意。我的护甲现在已经不是满级了，现在是7级，满级是8级。遇到商店可以再买，奖励了半分钟的时间。这种蝙蝠其实超级讨厌。护甲又长满了，捡到了隐藏的草莓。这款游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操作，一定要熟悉，就是高跳。跳跃的时候拉方向的上，配合方向，这样你跳的就比较高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的时候就被高跳给劝退了，感觉有些坑根本就跳不过去。第3关的 BOSS， 这里就是3头龙之一，蓝龙。合理啊，龙有3个头，它也是最弱的一个。最强的黑龙就是最终 BOSS。这款游戏的日版叫做黑龙，并不叫做暗黑之虎，就是以最终 BOSS 的名字命名的。我这里不够9600啊，2700，需要攒钱了。这里出现了新型的敌人法师，法师一般是比较值钱的。
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就是你最后干掉他的位置。有些时候你把他干掉了，但是那个位置你够不到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500块钱挂在天上捡不到，那滋味和你自己丢了钱包是一样的。血量升级成4滴了，血量其实很脆，大家不要太依赖这种东西，还是要尽量小心，少受伤。落石一定要好好躲，这个东西在本作就相当于洛克人的尖刺。这个部分咱们把所有的分支都捡完。时间看起来不太富裕了，1分钟左右。又一个商店，但是我的钱差的还很远啊，还差5000多。第1关的 BOSS 到这里都变成小怪了。本关的 BOSS 大家一定看起来比较眼熟，进了奖励的版面，4滴血已经补满了。奖励了100块，本关应该是攒不到9000多了。希望寄托于下一关了。刚刚这个 NPC 是给回血的。一口气就冲出来了。一个落石，落石这种东西一定要背板。这个地方先上来，把敌方发射火球的敌人干掉，然后你就能够从容的去捡这些罐子了。所以说，游戏虽然难，但还是需要一些打法。包括敌人的处理顺序、行走的路线。我这里中了一发陷阱，有些时候就会这样，过于贪了。下方掉下去就是一条命，包括很多深坑里边也有尖刺。这款游戏的容错率确实不高，这也是难点所在。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叫做雷德阿雷莫。大家看他的造型像不像魔界村的红魔鬼？
他在游戏当中的地位也差不多。前面是 BOSS， 到后面都是杂兵了。来到了第5关，之前也介绍了，游戏一共是8关。我这里护甲是掉到了7级，但是我为了攒武器，有时候就没买。买1级需要1600。第1等级的护甲补起来就要便宜一点，100块。刚刚这2个罐子里边全都是敌人啊！落石一定要躲呀，这东西太吓人了。这版不熟练的话，前进的时候就要小心谨慎，版面不要拉得太剧烈了。游戏的难度曲线我感觉还是有问题，因为刚刚的红魔鬼上一关还是 BOSS 呢，到这里变成小怪了。武器差300块，好尴尬呀！前面如果再贪一点，300块也不成问题。这里要拿一个隐藏，一只大象。处理蝙蝠最好的方式就是他们出现被攻击判定的一瞬间，咱们进行攻击。我的天，这个500块我是拿不到了，太心疼了。那可是500块啊！钱数已经购买武器的了。游戏再到后面，如果打得比较小心，护甲补充的次数少，钱就会不断的积累起来。够不到了，刚刚的100块太高了。这个 NPC 还不是商店。钥匙也要拿着。一个陷阱，一个财宝。可以升级武器了，5级，盔甲也能买满，仅剩下19块，花光了呀，兜比脸还干净。奖励的版面。游戏的流程比我想象的还要长，可能是打得比较细，所有能走的地方都已经走了。又一只红魔鬼，它投掷出来的毛咱们是能够打碎的，所以这个怪的威胁不太高。我刚刚血量升到了5根血，就有 NPC 给补了。路线方面走的差不多了，这里就要直奔 BOSS。
这个 BOSS 看起来是蜥蜴战士，拿着双刀。这个地形不利于咱们啊，所以快点跳到平地上。500块。前方 BOSS 战。BOSS 的弱点是头部，咱们最好跳着打，或者是站在旁边的台阶上，或者呢，你利用你匕首的角度来射他的头。这个点不错，正好在2堆火的中间。但是感觉 BOSS 刚才移动了，所以说打到我一下。那好吧，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